提升游戏理解最快的方法就是复盘职业高手的顶尖对决。KPL 夏季赛打到现在，脱胎换骨的 TTG 力战群雄，其中最值得细说的是10天前他们对战 AG 的第3场赛点局 ，TTG 在0-2的情况下，用堪称完美的团队协作和心理素质完成了绝地反击。或许你并没有意识到，当时两队之间进行了多少超乎想象的细节博弈。我是13，做任何水平都能看懂的职业副盘，让我们先从 BP 开始。在全局 BP 用过的英雄己方不能再选的规则下 ，AG 和 TTG 分别禁用海月和沈梦溪，都是遵循自己选过的强势牌不留给对面的思路。随后 AG 补办元辅，其实是在给大师和少虽然做铺垫，因为两者都是游走开节奏能力极强的英雄 ，AG 在蓝方必然能先拿到。可如果 TTG 后手补元辅加强势射手赖线，就可以紧密围绕发育路做优，避开对方辅助转线抓人强的优势点。反之禁用元辅 ，TTG 也只能跟办大师 ，AG 还是拥有拿少虽然或者敖影的先手权。果然 TTG 以划掉大师收尾。选人阶段跟上我的思路节奏 ，AG 如果先拿敖影，就会被 TTG 直接锁仓加少虽然的组合反制，所以 AG 先锁少虽然，方便后续灵活变阵，把题推给对面。TTG 自然是不会踩敖影这个陷阱，拿走仓去拆对方的组合，随后补万金油张飞藏教练思路，让对方先定体系。只不过这一手也暴露出一个问题，那就是张飞虽然不挑阵容，且团战能力断档强，但也存在前期较弱、赖先不行的缺点。加上 TTG 的射手已经是吃经济的大射，所以 AG 立刻在阵容上提速。这里对抗路的选择特别讲究，堪称完美博弈。因为做前期强势阵容的话 ，AG 还有狂铁可以选狂铁这种前排还能保证后续打野能在谭野和野河之间摇摆，但 AG 没有这么做，他们锁夏洛特的用意颇深。开始思考，如果 AG 选狂铁，那对手反选夏洛特，线上两个英雄各有强势点，不一定能拉开差距。但 AG 如果先拿夏洛特 ，TTG 已经用过狂铁，线上最适合跟夏洛特对位的只剩司空震，司空震也是吃经济的，正中 AG 不给你拖后期的战术下怀。至于发育路锁定敖影，保证上半图队友进攻时射手能单人扛压 ，TTG 一时进退两难，不得已确实只能拿司空震。下半场禁用阿古朵率先登上半位，这是一个很难被察觉到的陷阱。阿古朵是明显的大司命对位 ，TTG 看起来是有拿大司命的打算，但你再仔细想 ，AG 的阵容站边加软辅，注定了他们打野只有2种选择，一种是必须补谭野做前排，一种是无脑接速攻打野前中期压死对局。阿古朵这一手禁用，先断了 AG 的第2条路 ，AG 还不得不跟办大司命去限制自己的谭野英雄池，而 TTG 这边已经有张飞的情况下，打野选择其实很灵活，基本不受限制。紧随其后，红方2办元坦继续压缩谭野选择 ，AG 为了不让局面只有自己吃亏，用了很巧妙的一招，把橘右京送上半位。思路是，虽然 TTG 谭野和野河两头都可以选，但必须前期足够强，不然接不住左边的进攻阵容。只要没了橘子 ，TTG 大概率也只能从谭野池子里抓娃娃，那么前面一直减少谭野的局面也会影响到他们自己。只可惜此时的 TTG 早已藏了一手六耳在心中，所以依旧是肆无忌惮的把杨戬送上半位。此时好用的谭野只剩夏侯一个，为了不让红方先拿 ，AG 也只能跟办。结果是 TTG 压根不在乎，先补了一手武则天撑起中轴强度，瞬间拉高防守门槛。AG 打野无牌可出，迫于无前排的压力，拿出次选梦奇，搭配嬴政加速过线。TTG 最后亮剑六耳，不惧着英雄极低的赛场胜率，只为拉高前期强度，反制 AG 的速攻意图。两队阵容博弈难解难分，但更精彩的还得看局内战术碰撞。解析两队初始布局，虽然我们前面讲夏洛特前中期打小团开节奏能力强，但4级之前对位短手打长手并不占优，所以 TTG 认为 AG 肯定会边射换线，让夏洛特对仓扛压，敖影打司空震换状态，由此他们做了一手预判，跟着换线，结果赌错了 ，AG 以不变应万变原路出门，这就导致接下来红方的决策重心要兼顾如何在2分钟前做调度，把边射换回去。记住了这一点，你才能看懂后续两队的运动战有多细。时间25秒。嬴政1级有绝对线权，梦奇得到了中开机会。少虽然站另一侧视野防守红区的同时，确认六耳刷野方向的信息。地图两端射辅都在卡对手兵线。此时两边的中单做出了不同决策。嬴政先手去上路，虽然没能拿到中立资源，但他的出现迫使仓和张飞做了推线动作，相当于帮夏洛特解了线。司空震同样劣势，但武则天没有立刻去帮，而是先给六耳做了蓝区提速，同时小胖放掉小野，做了一个时间上的信息差，提前赶到下路。1分15秒，六耳的急速支援显然在一诺的意料之外，但敖影不想后退亏兵，于是封魂起手，结果被利棍抓了机会，小胖乱舞上脸，第2下技能暴击打出炸裂伤害。回顾 TTG 的中野提速决策，你会发现他们提速野区帮下路做优是给司空震转线区中做铺垫。按换线公式，下一波线应该是武则天去发育路扛压，张飞和仓在上路拿线权，做传送阵跳回中路。
紧接着是司空震跨图走上，实现全员复位。只可惜 AG 作为擅长运动的队伍，非常了解对方的战术思路。这边1分10秒，梦琪才刚打完半片野区，仍选择靠中路保嬴政秒线。嬴政拿到线权，依旧放养弹也不帮提速，片刻不耽误就往对抗路冲。看渲染视角，心领神会，1打2大胆出手。地图上嬴政从侧面包抄，平 A 接剑阵封路，张飞被落在后面吃满伤害，最终是被七星光芒剑斩杀。毫无破绽的操作与决策 ，AG 中边配合扼杀了 TTG 的传送通道，打断了对手的连贯换线。同时，一诺和大帅已经猜到没露视野的武则天会跟司空震做中下换位，于是两人连体赖在下路，哪怕线上根本看不到人，也死死卡着肥线。嬴政几秒后传送下来，3个人也只进行最低限度的补刀。TTG 每1秒都在亏兵，直到1分54秒，复活的汤才得到传送机会，跳去了中路。此时两队已经拉开800的经济差，这种被动的局面尤其需要打野做灵活变通。红区即将刷新之际，小胖没有留在野区，而是藏进了对抗路地图边缘的草丛。夏洛特和司空震换血对拼，落入六耳的陷阱，好在渲染极限距离躲过一棍，随后冷静操作展开剑阵。中路梦琪还是死咬兵线，有大帅的配合，苍和张飞前期太弱，不敢轻举妄动，没法肃清中线的 TTG 社府又被拖延了转下的时间。武则天还是只能挂机扛压亏兵，两队经济差来到1000。等到接近3分钟，张飞带着射手回到发育路，刚摸到兵线就迎来了长生的无情扫射。梦琪哪怕亏蓝区速率，也要跟着给下路压力。你问这么多人集合，武则天为什么不开大？他全程吃早3分钟，连4级都还没到。下路劣势已成死局 ，TTG 必须有人牺牲。众人集合再回中路并线，整个队伍把全部经济亏损都集中在法师身上，最小化双边经济差距。因为当初 BP 阶段，教练压的就是双边点对点的克制优势，只要双边不裂 ，TTG 就有很大赢面。之后的90秒，充满戏剧性的事件发生，成了这场赛点局的关键转折。在 TTG 速拿暴君后，小胖回红区途中遭遇渲染冲杀，两人扭打在一起，拉扯800里后同归于尽。别急，这段必须回放。因为里面藏了大量普通玩家看不出来的博弈细节与巧合。很多人疑惑为什么小胖会对渲染有这么重的杀心，有人认为是亏了，打野换边路怎么想都不值，有人认为不亏， TTG 前期逆风拿暴君后急需主动进攻打出士气。我告诉你都不对。时间倒回到暴君刷新前，我将向你展示全网独一份的专业解读。3分45秒，趁着 TTG 大部队在中下两路循环并线 ，AG 中野边3人在上路毫无压力拿到线权，嬴政和夏洛特准备传送。直到这一刻 ，AG 还是有打暴君团意图的，只是时间没算好。TTG 在暴君刷新瞬间集火 ，rush 的太快了。小龙被击杀的那一秒，从上帝视角看，我们都知道 AG 是回刷自己家红区了。但你如果看镜像的红方视角，会发现打完龙后 ，TTG 并不知道 AG 后撤，只能看到夏洛特往回走，梦琪和嬴政不在视野中。我们倒回视角，在沙盘中只看 TTG 视野是这样的情况：如果 TTG 打完龙后要回刷上半野区，那么很基础的职业决策应该是社府再跟法师并一波中线，顺带掩护六耳在红区拿 buff。但这里很奇怪的是，苍没有并中线，直接转头往下。张飞和武则天也没有配合六耳去压中左视野，而是一个连体射手，一个踩着中右，像是在等某种信号。真实原因是，从 TTG 视角看，他们拿龙的瞬间误判 AG 已经组团进了己方红区，六耳往野区走，并非想拿红，而是准备收双珠止损的同时，配合司空震明确红区视野。一旦确认对手人数布局，就给下半图信号，4个人可以反进对手红区做置换。这就是为什么苍不并中线，还要带着张飞连体转向，以及武则天明明什么也看不到，还要在中右这个位置待机。结果司空震发现红区没人的同时，草丛中火照3图，剑光杀出，往生之阵断成截腕。小胖想走，见渲染还敢追杀，果断提棍反打。武则天一闪虽空，但也逼出了对手闪现，大招更是照明了 AG 全员在远处的信息。六耳杀心骤起，共舞生风，可惜被少司然 A 闪冲刺定身咬住，虽击杀渲染，自己也被嬴政扫射倒在蓝区。尽管如此 ，TTG 还是不亏，绝非士气之类让人难以信服的说法，而是夏洛特死亡导致司空震上路顺势领先，下路本就社府连体直接压力熬赢，甚至在几秒后越塔逼一诺交出大招。回顾目标 ，TTG 双边优势放大，和 BP 阶段定下的阵容战术完美匹配。就算梦琪在之后反掉了红 buff， 也别忘了从前面打暴君开始 ，TTG 的角色就是丢红，靠逐帧逐画的分析，才能让你真正看清这一幕转折点的全貌。5分10秒 ，TTG 下路双人持续陷优 ，AG 寻求改变局面的方法，于是大帅一诺后撤，准备从红区转中，配合队友打上半图节奏。对抗路一侧嬴政开大，配合渲染施压 ，TTG 的处理冷静且敏锐，萝卜细节拉扯保状态，中路不惜让张飞直接开大，也要创造猛攻的环境。
，AG 迫于压力，只能把上路的法师和打野换回中路。可这样一来，四公阵没有对手又会掌握现优。更糟糕的是，先前暴君后我们分析的那一波 ，TTG 虽然后知后觉 AG 打的是自家红，但也确认了刷红时间大概是4分20秒。那么 AG 下一个红刷新时间正好是5分50秒，敖影肯定得吃红区和下线。上半图 AG 确认是名牌信息 ，TTG 没有理由不在这边做进攻。如此逆境下，轩辕几乎是找到了所有可能性中的唯一最优解。他放线不管，提前踩进蓝区草丛点位 ，TTG 中上双线拳，开始组队进蓝。就算没有野怪可反，也能压制环境，威胁2塔。只可惜武将抢占先机，剑指对手最薄弱的中单。武则天残血交闪，夏洛特冲刺拉远身位，梦奇挤进窄口分割对手阵型，嬴政开大命中小雪，冰杖减速导致 TTG 射手在后面追不上伤害。大帅锁血飞向队友加速撤离，满被动中翼高额双抗硬吃 TTG 余怒冲出蓝区。AG 在没有敖影的情况下4打5极限防守，挡住了一波猛烈的进攻。6分51秒，虽然导播没给画面，但小地图可以看到张飞在跟邵思源互相对着视野的情况下进入了红贝。此时的韩当然知道自己在草丛的位置是暴露的，但他持续踩点给视野压力。AG 这边犯了不必要的错误，邵思源带着嬴政和敖影试图把张飞排出去，但也展示了己方3人的位置。你会发现红区一冲突，上路谨慎的四公阵立刻就跟夏洛特对冲并拿到线权。原本打算去中路跟大部队安全并线的仓也得到了下路没有危险的信号，回头又吃了一波线。换句话说，张飞执意站在这里是太公钓鱼，愿者上钩。红方双边推进再次优势，就是得益于辅助的小动作。从 AG 的角度看，持续的兵线劣势必然会造成长时间的视野防守缺口。在7分25秒，敖影疲于处理下路裂线时，中左位置野辅2人被抓了个正着，邵思源被瞬秒，梦奇也在小胖的步步紧逼下交出大招。这一轮掉点让 AG 失去了对野区防守来说极为重要的中1塔，直接导致了8分钟被禁红区。可让人意外的是，韩滑动取消技能失误，在错误的时间交出了大招。武则天危机意识拉满，狂点撤退让队友回防红区，因为辅助没大，进攻权短暂回到了 AG 手中。但是比决策错误更可怕的是决策分歧，下路是一波大裂线，敖影认为必须要接。队友4人则真动了反进野区的打算，这样看，即使不算张飞，也是典型的逆风4打4，没有胜算。更何况轩辕冲得太快，位置脱节，等嬴政开出大招时，夏洛特已经被顷刻炼化。然而高压的职业赛场没有1秒时间为失误懊悔，慢放8分35秒，赢下小团的 TTG 肯定要让四空阵处理边线，其他4人大个率转下半图控小龙周围视野，所以梦奇带着射服2人快速往蓝区回缩，准备绕过去截击上路。此时的张飞其实已经对风险有所察觉，踩了一下中左视野，想看对手位置，但 AG 3人的行动迅速，已经钻进了 TTG 的盲区。四空阵露头过线，身上没大，遭遇包围，显然无法存活。想要抓萝卜，能抓到吗？大招肯定是没有的，等不了了，要没了，死了，头可以给一诺。TTG 没了带线位，进攻的节奏开始放缓。9分30秒，两队的行动都开始铺垫龙团，六尔和夏洛特分别带出2路边线。对比之下 ，TTG 有远端优势 ，AG 承担不了龙团拖延的成本，所以嬴政直接开大劝退，配合梦奇顶出中路线权，换来队友先踩河道视野的机会。暴君刷新 ，TTG 四公阵已经接到发育路裂线，消除了推进压力。定格此刻 ，AG 只有2种决策：强开小龙减少上路亏损，或者壮士断腕，等12秒后嬴政的下一个大招。很明显 ，AG 选择了后者。梦奇在中右草丛一直试探，就是牵扯注意，让夏洛特有机会在对手力量薄弱的下路再截一波线。TTG 不打算拖延，武则天找到机会一闪接大招开团，嬴政同样交闪。虽然这波没能造成击杀，但 TTG 控制了草丛点位，拉扯中长生大招恢复 ，AG 开始变换站位。邵思然带着嬴政换去龙坑右侧，让未来的扫射范围可以覆盖整个河道。就是这样焦灼的局面下，暴君被意外拉脱。夏洛特嗅觉敏锐，片刻后2技能穿出龙坑，这个方向看似去截中线，实际是要绕后寻找一个完美的夹位。队友看出了夏洛特的意图，嬴政直接开大针对小雪施压。暴君残血时刻，夏洛特从左边穿进来，配合敖影分别把苍和四公阵隔断在另一边。TTG 中野辅3人腹背受敌，只能让张飞强开大招。六儿惩戒失误丢了暴君，但2棍暴击首先击杀了中翼。敖影和大帅2人配合换走武则天，并在六儿的爆发前开出大招。轩辕的位置不是很好，一诺扑下龙息掩护队友，落地瞬间闪现躲开伤害。小胖秒开大招规避封魂击退，一诺非常冷静，高压下捏死强弩不放。等六儿显形瞬间双峰过袖，小胖极限血量打出最后一棍，2大高手同归于尽。混乱中，夏洛特七星光芒剑斩杀张飞，四空阵大招越过人群，连续出拳留下大帅。3换3，龙团死斗，没有任何一方打出绝对优势，对局进入无法预测胜负的白热化阶段。两边主力都在复活读秒，给了所有选手思考战术、理清局面的时间。毫无疑问，当前地图核心资源点是主宰。等 TTG 全员复活打龙时，一诺的大招还没撞完 CD， 正面再接龙团对 AG 来说风险太大。另一则关键信息是，先前10分30秒左右，中翼和小胖在蓝 buff 处打过照面，那么中翼一定清楚下一个蓝在12分钟刷新的信息。所以11分54秒，当 TTG 打完主宰时 ，AG 只分了轩辕做干扰。
其他4人集合推中一塔做置换，之后梦奇前压堵死了中路位置，嬴政配合扫射给敖影争取了反蓝时间。两队均势的情况下 ，CDG 怎么可能接受白丢一个 buff？ 反正下路有龙兵自然推进的优势，索性全员留在上路，准备反冲对手蓝区。12分40秒 ，AG 被迫全员做蓝区防守，因为直到这一刻，对手都没有放出主宰先锋，他们就算分人去补下路线也没有作用，只能是优先保就近资源。谁知发生了十分抽象的一幕，原本 TTG 先拉到 buff 仇恨，结果赫茨为了刷被动把蓝推了出去，仇恨转移回 AG 这边，梦奇特地把 buff 向后拉出草丛，防止 buff 在草内视野丢失，自己不好交扯。原本这个位置蓝大概率是保住了，结果一诺想提前离开去下路补线，于是换了风龙魂加速，结果风魂打到了残血 buff 身上，一下击退让蓝回到了草丛里。中艺视角看 buff 突然消失，连按惩戒像个无能的丈夫，蓝被武则天大球收入囊中。这下3线剧烈，野区失守。几秒后，六耳提前蹲伏，又打出了嬴政闪现。上路是主宰先锋，必须要分下路特区管。下路红区刷新，即将面临 TTG 的新一轮入侵，留给 AG 的容错空间恐怕不多了。13分28秒，敖影还在清线，六耳杀过来想要留人，大帅反应很快，附身加速的同时空 A 强普，带着射手极限躲开追捕。另一边梦奇小心拉扯，看准斩杀线打出了止损的关键一击。TTG 连续的野区进攻虽然势头凶猛，但没能占到很大便宜，且自家野区一定已经刷新，对 AG 来说，坐以待毙不如放手一搏。梦奇凭借满质量一个人大胆斜压 ，TTG 清楚开阔的场地不适合己方中射辅控场，所以一直后退绕路回防。此时六耳想要收蓝 buff， 而夏洛特已经带出上线，红区 AG 人数短暂优势，无意间打得有些心急。梦奇和夏洛特双前排两项冲锋，但武则天一个大招覆盖了狭窄的野区，一诺左右皆为，只能立刻化龙升天。夏洛特吃到起火，队友被六耳绕后，敖影没有退路，向前铺开大招，打掉仓的闪现，在精准普攻极限收掉张飞。钟毅在一旁双拳难敌4手，死于小胖的乱棍之下。14分29秒，小胖拿到暴君，司空震被分去上路做线 ，AG 这边野辅正在复活，人手不够，只能暂时放弃3线，回缩高地做谨慎防守。哪怕两队经济差不大，但碍于没有防御塔作为视野支撑，接下来的整整4分钟 ，AG 都寸步难行，非常被动。直到18分02秒，又是暴君团战，张飞为了掩护打野，吃下了一轮集火，血线下的飞快。这一下 ，AG 成功铺垫了接下来的目标，那就是利用张飞没有续航的短板，给持续压力，寻找破局机会。仅20秒过去，张飞没有得到回城的时间，只能保持1/3的状态硬撑。而 AG 梦奇为前排，带着队友保持微妙距离，不断给压力。小胖在上路带线暴露位置，给了 AG 放手一搏的理由。战线被推回中路，嬴政直接开大对张飞扫射，但距离和方向不是很妙。一诺深知这是唯一的机会，于是风魂加速，手转3火，很明显就是要跟张飞交换大招。果然一声咆哮中，敖影化龙，顺带躲开了武则天的一闪。没人在乎这波换技能是亏是赚，因为夏洛特清楚他才是破局的利剑。原地兵甲留住司空震，用2闪入局，大招已经宣判了赫兹死刑。TTG 先损中单，但人数劣势没有让 TTG 任何人产生后退的想法。不过果断开大枪，疯了一样带着队友向前猛冲，一时间打得对手不断后退。这份全员的果断和勇猛，全部来自于对身边队友的彻底信任，尤其是相信那个新来的家伙能在关键的时候打出致命一击。苦海离经，杀出条通天大道。一下萝卜没顶住，但两方打野区当中，六耳杀非常高，直接打伤强秒一诺的敖影不让动，在地上又两棒打了，再抓长生，六耳名刀出发榨干了自己啊！19分10秒 ，TTG 冲上高地，此刻胜负已分。我只能说，每个人都打得太好了，除了小胖有点退步啊，退步到24年的水平了。